本期话题：商人为啥没地位？在我们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有一个重要的标准，就是看他拥有财富的多少。简单说就是他有多少钱。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标准，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个有钱人，可能你的社会地位就会比没钱的人要高一点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商人呢，作为做买卖的人呢，他整体占有财富的数量肯定比一般人要多，所以一般现代社会来说呢，说商人的社会地位呢要高一点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现象。但是在中国古代可不是这样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古代一提士农工商四个行当，士农工商四个行当，商人排在最末，被认为社会地位是最低的。有人说也有道理即便是经济发达的今天，你看咱们国家1982年个体经济写进宪法，一直到最近这些年，中央仍然多次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，要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。如果要商人地位很高的话，还用得着多次强调保护吗？我们什么事你要强调保护，那说明他遇到些问题了。那么这个商人地位低，是否就受到老祖宗的影响呢？就乃至在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，依然存在着对这个商人，尤其是对民商、私营商人歧视的现象。说这个是不是从老祖宗那儿来的呢？没错，无论从思维还是歧视的方式方法，在中国古代对商人来说都存在着大量不公平的现象。你看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，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商人这么有钱，他的社会地位反而很低。头一个原因呢，是在于商人的老祖宗自从被打败了之后，这个歧视就形成了。说商人的老祖宗是谁呢？咱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夏商周三朝，商人的老祖宗就是商朝人。为什么叫商人？就是商朝那个商。当初呢，商是夏王朝时候的一个部落，当时发明了马车。原来这个商族这个部落呢，在西北草原。发明马车之后呢，他们坐着马车迁徙到中原地区，就是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。可这马到了中原之后呢，不能适应这里生活环境，饲养起来很困难，渐渐的用来拉车运货作战的马匹就不够用了。这个时候商部落的第7任首领叫王亥，他左思右想，觉得中原地区这野牛跟马这大小差不多，他就驯服了野牛，从牛鼻子中间呢穿个鼻环，就让这凶猛的野牛乖乖听话，再给他套上双元车，就制造了牛车。所以这就是史书当中记载的王亥伏牛的故事。有了这牛车呢，干起活来省事不少。你看这个马车对战争运输是管用的，但是你真要是干农活，这牛车恐怕更实用。在这样情况下呢，商朝商部落逐渐就富足起来了。那多出来的粮食、用具、衣服这些物资呢，王亥呢就命令下边的人呢用牛车拉着他到周边的部落去贩卖。久而久之呢，周围部落人一看商部落的人来了，就知道卖东西的人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各个部落自给自足多困难，哪有多余的物资往出卖呢？只有商部落有多余的物资卖，所以商部落的人来，很多人喊哟，商部落的人来了，卖东西来了。久而久之呢，就简化成商人来了，商人来了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，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的人简称为商人，把他们用来交换的这个产品呢称为商品，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呢叫商业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商人、商品、商业、商品经济，这个商就是商朝人的商。可是呢，后来我们也知道周打败了商，这一次王朝更迭，让商人的地位等于从天上直接掉到了地下。那么日渐强大的商部落呢，逐渐成为商朝。到了商纣王这一代呢，大伙儿都了解武王伐纣，灭了殷商。周朝建立之后呢，总结经验，到周武王这儿就总结说，商朝为什么灭亡了？我们为什么就是战败了商朝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周朝人热爱土地，对商朝拥有的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垂涎3尺，我们主动去扩张土地，而商朝人呢就经商，
对土地的感情不深，守着肥沃土地的不好好种地，却重视商业。商业是啥呀？不过就是倒腾物品的嘛，低买高卖嘛。而农业呢，你种下去它是有产出的，实打实能见着粮食。所以呢，这农业比商业更有正事儿，所以商朝就被我们打败了。大伙儿琢磨琢磨，这种论调在我们今天依然非常有市场。你好好想想，这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。他总结的第二个呢，说周朝人呢，大多数是农民，农民呢依附于土地生活，不乱走动，所以思想更统一，更好管，更容易洗脑，建立的军队呢也更纪律严明。商朝不行了，做生意的多，大家你来我往，人口流动性强，见多识广，不好管理，你不好给他洗脑。而且这样呢，他自由散漫惯了，当了兵呢也比较松散，导致战斗力差。所以周朝人呢，以成败论英雄，我周朝胜了，你商朝败了，说明重视商业会导致国家灭亡，而我们重视农业才会使国家强大。当然，被灭了国的商朝人心里不服气。商朝灭亡后的第4年，周武王驾崩了，他的儿子周成王啊还年幼，就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来代管国事。这个让周武王另外2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很是眼红，于是到处散布谣言，说周公旦呢要谋权篡位。这个时候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借此联合管蔡2叔发动叛乱，最终呢被周公旦给剿灭了。这时候纣王之子武庚被杀，管叔也被杀了，蔡叔被流放了。那么跟着叛乱这些商朝的遗老遗少怎么处理他们呢？周公旦想了个办法，把他们通通迁到洛阳，给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呢统一一个叫法，叫顽民。其实就是劣等公民就不是良民，管叫顽民。而且这些人经常要被召集起来训话，过着整天呢被监视的生活，而且不给这些顽民土地，不允许他们做官。那么这些商朝移民怎么活呢？还得重操旧业，做买卖。所以在当时，商人就等于顽民，就等于劣等公民，这让商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对商人就有了来自传统的歧视。那么这个思想到了春秋时期呢，仍然盛行。可是齐国的著名宰相管仲，他就打破了这个思维。因为我们知道管仲是非常会利用贸易、利用商业来盘活资产，利用商业来打击对方。咱们以前老梁同时也讲过，管仲对周边国家的贸易战是很成功的。那么管仲在齐国变法有一项为后世熟知的政策，叫4民分业，士农工商。就是呢把社会行当呢分成4样，士农工商，然后按照各自专业呢住在固定的地方同一行业人聚在一块呢，方便交流经验，提高技艺，也彼此知道怎么定价，有利于稳定定价，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避免人口流动大，造成社会不稳定。小孩呢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看着父辈的工作能更好的掌握专业技能。那么管仲提出来的4民分业，士农工商，这4种职业是平等的。管仲一边呢建立国企，你比方说盐铁这样重要产业由国企经营，矿山开采铁制品的定价权都国家定，但是打铁的作坊是由民间商户自己经营。说白了就是国企跟民企相结合。在贸易上呢，管仲对于私企、对于民商是格外照顾的。你比方说空车来上货的就是凭着2腿走着过来背东西来卖的，像这2种商贩不征税，就不要他们税钱，还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。而且为了活跃市场，你想不到管仲有多前卫，他在齐国都城临淄创办了7间官办妓院，每个妓院里有妓女100个人，共700个人，多数是他战争从其他国家掠回来的女奴，所以用这个呢来吸引外来的商贩。所以管仲呢后来被称为妓院的祖师爷，就从这儿来的。那么在管仲的经营下呢，齐国都城临淄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最繁华、最富足的城市。但是管仲提出这个4民分业，士农工商的思想呢，被后人给误读了。到战国时期呢，辅佐魏国魏文侯的丞相李悝跟管仲一样，同样推行法家思想强国，提倡法治治国，但是他却认为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，这是按等级排序，士高于农，农高于工，工高于商。为啥要这么排列呢？因为战国时期社会动荡，周朝各诸侯国之间战事不断。那么在冷兵器时代打仗什么最重要？人最重要
但人多了，吃的饭也多了，所以粮食和种粮食的农民同样重要。所以李悝认为士农这两样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李悝提出的变法呢，基本就两条，一个叫尽地利，就是把土地收回来重新分配，少盖房子多种地，把心思和力气都花在提高产量上。第二个呢叫平籴法。什么叫平籴法呢？这籴字啊是上边一个出入的入，底下搁一个大米的米。这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收购买。咱们学过那个一个课文叫跳米，跳字怎么写？上面是出入的出，搁个米，跳米就往出卖米，籴米就往进买米。平籴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，丰收的时候呢用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，到灾荒年呢以平价呢出售储备粮，防备的是呢粮价上涨和降落太快，防止谷贱伤农，谷贵伤民。那这种做法呢，很多穷老百姓是拥护啊，他的利益受到保障了，但是这样就损害了商人的利益。因为商人就指着低买高卖来挣钱，可这正好合了李悝的心意，他就认为啊，商人低买高卖挣差价是唯利是图，伤害百姓利益，而农民辛辛苦苦种地，付出的多，收入的少，久而久之农民就会跑去做生意，那谁还种地啊？可如果经商的人都做不了生意，只能种地，这样到底是提高了粮食产量呢，还是抑制了商品流通呢？造成人只能捆在土地上呢？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难得出结论，但是在战国时期啊，那个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时候，那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李悝这种说法的。而且李悝觉得呢，农民和商人之间如果出现贫富差距，贫穷的人就会干奸邪之事，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的事，最好大家都一样，要穷一起穷，要富一起富，谁也别眼睛谁，这样干坏事的人就会少。你看这个思想在今天也是有市场的。所以李悝这个思想呢，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，包括秦始皇受李悝这思想影响都很大。有人说秦始皇重农抑商是因为他恨吕不韦，他吕不韦是商人，其实不是。从秦始皇到汉武帝，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国力的强大，军事，为了打仗。汉朝的时候呢，为了不让人经商，规定对商人的加征赋税，商人必须缴纳双倍的人口税，规定商人及其的子孙呢不得当官，来剥夺商人的政治地位，而且禁止商人呢穿名贵衣服啊，乘车骑马以及携带武器，贬低他社会地位，限制的活动，其实都是通过这个来完成粮食积累，来拉大农民跟商人的社会地位的差距，最终呢对这个粮饷啊、国家军事战争啊是有利的。那么有人可能会有疑问，说您到了唐宋时候鼓励经济发展呢，怎么那时候商人还没社会地位呢？鼓励经济发展是鼓励，但唐宋时期鼓励的是官商，可不是民商。君主制度讲的是君权大于民权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皇帝呢可以剥夺所有人财产，只要这一制度不变，这重农抑商啊就很难改变。唐肃宗时期呢，对商人呢征收20%的财产税，用来充作军费。就说你别的税收都不算，如果你商人存折上有10万块钱，那你平白无故你就得先交出2万作为财产税。到唐僖宗时期呢，更能花钱，没钱咋办呢？把长安城啊东西两市商人的钱直接拿来用，就直接整用。有商人不满去衙门告状，官府就直接打这些商人，这是受到皇帝支持跟纵容的。而且朝廷呢还可以借助抑商之政呢，行御世之道，就是通过呢遏制商业、遏制商人，然后皇上更好的来控制国家政权，来控制老百姓。就是统治者担心个别民商做大做强，有了钱有了人会跟国家争利，容易形成新的政权。为啥？商人他一有钱，这一有钱就能办很多事儿。如果他社会地位再高，他容易一呼百应，就形成皇上以外的另外的权力核心，这是皇上最担心的。当然这在封建社会这种担心它并不多余。明清时期呢，抑商政策有所松动，咱们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出现。我给大家举个典型例子，就是商人一点点成事，开始对政权呢，甚至国与国之间都会产生影响。你比方郑成功他爸爸郑芝龙就是这么个例子。郑芝龙呢做生意出身，当过大海盗，后来成了自己的事儿。郑芝龙18岁的时候呢，他从福建老家呀到澳门投奔做生意的
他舅舅。郑芝龙呢勤快还聪明好学，在经商过程当中啊，就学会了葡萄牙文这些外语。他舅舅看他很聪明，就派他呀跟着日本华侨李旦的商船到了日本了。大伙儿注意，郑成功虽然是中国人，他爸爸郑芝龙是中国人，他母亲是日本人，是郑芝龙到日本娶了个日本女人生下的郑成功。那么郑芝龙呢到了日本呢，给他舅舅呢在日本呢卖白糖、麝香、鹿皮这些货物，挣了很多钱。那么日本华侨李旦呢，在当时呢是这一代华侨的头目，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。他一看郑芝龙呢很具备经商头脑，就把他收成干儿子了。派他呀前往澎湖呢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和通事。而郑成功这时候会很多，郑芝龙会很多外语，所以郑芝龙呢在荷兰人这儿呢见到了最先进的战队火炮。后来咱们都知道，明朝跟荷兰发生争执，荷兰人呢进入台湾，郑芝龙也随着进到了台湾，并且呢和李旦呢还有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严思齐跟这两位合作。后来呢严思齐跟李旦两人死了，郑芝龙把握时机，就把两个人的势力合成一股，趁势崛起，就成了中国东南沿海不可忽视的一支海上武装力量，说白了头号大海盗。之后呢他有了武装力量呢，开始攻陷厦门、金门这些地方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。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内忧外患，无力剿灭，只能转而招安。到崇祯元年的时候，郑芝龙归降大明，就说他是完成了从商人积累财富、组织武装力量，对政治势力产生影响，从而干一番大事，他形成了这样一个良性的转变。所以这种事情呢，在明清两朝呢时有发生。就说商人他一旦有钱，他社会地位高，他拢了人，就容易对政权产生威胁和影响。所以就说那个时候封建社会他抑制商人不完全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啊，社会管理洗脑，还有一点就是商人一旦要产生社会影响，这个力量很强大。就我们今天说的资本主义社会，你想是构建在什么上面的？其实商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推动力量是最为巨大的，他这种力量影响远远超过工人、农民和其他的社会行当。所以这几点加在一块儿，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商人有钱没地位的原因。民商要想活得好，就不得不被迫跟官员合作，巴结官员。那时间来到了我们现在，历史上这些制约条件都不在了。我们呢，政府也是鼓励民商，鼓励央企、国企、民企同步发展。但有的时候，政府这权力啊，时不时的要下场啊，踢踢球，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，这就很难保证市场的公平。现在我们看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当中呢，经常有新官不理旧账啊，政策变化、规划调整这些理由来违约毁约，侵犯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。这个行为在今天来说还是时有发生的。所以咱们中央才会一再强调要营造法治化的经商环境，保护民营企业家应有的权益。其实我们说这个商人社会地位低啊，遏制商业，这种思维几千年下来阴魂不散，时不时的呢都会露出一点峥嵘，这值得我们现在商品经济时代的人们给予充分的警示。宠妾灭妻是大罪过。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啊看一些这个古装剧，里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，就是啊这大老爷呀家里头妻妾成群，但是绝大多数大老爷呢对正房妻子啊没兴趣了，对后来娶进的年轻貌美的小妾呀那是情有独钟。所以呢家里边经常出现呢宠妾灭妻的情况，这妾呢得势，这妻呢受欺负。那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存不存在呢？有，但是不多。而且一旦要出现宠妾灭妻的情况，那这个男主人呢恐怕就跟犯了大罪差不多。这个宠妾灭妻在历朝历代敢这么做，而且敢公开这么做的屈指可数。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宠妾灭妻是个不得了的罪过。而且宠妾灭妻呢，你要面临着三大阻力：礼教、制度和家族。咱们先说这个宠妾灭妻的第一重阻力，礼教。什么是封建礼教呢？其实就四个字：三纲五常。五常仁义礼智信，三纲呢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就说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。
同时你也得要求呢，君父夫为臣子期做出表率。所以有那么句话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君主像君主的样，臣子像臣子一样，丈夫像丈夫一样，老婆像老婆一样。就这不光是要求你这个作为臣子儿子这个妻子你得怎么样，你作为君父夫你必须也得有个模样。这三对关系缺一不可，都得稳定，这样一个国家才能稳定。这是封建礼教自下而上完成封建制度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层面。因为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家国同构，就是家就是小国，国就是大家。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，夫妻感情不好，那就直接影响你作为臣子的可信度。所以你看电视剧里边也有这样情节，就是说你要家里事处理不好，要给你告到朝廷里头，可能你乌纱帽都不保。这事确实是符合历史的。你比方说隋朝时候，隋文帝杨坚时期就有这么个事儿。当时的著名宰相军事谋臣叫高炯，隋文帝的心腹，权力大的不得了。当然这高炯呢有点飞扬跋扈，得罪不少同僚。当时就有人诬陷他，说他功高盖主，对朝廷有异心，要造反。按理说这个事儿历朝历代皇上最忌讳这个，而且一般皇上碰到这个事儿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但隋文帝杨坚怎么做的呢？把这个告黑状这大臣给处死了。你就通过这事就表明他对高炯得多认可多放心，就是你告高炯那就把你弄死，这是对高炯绝对放心。照理说能够得皇上如此信任，他这辈子应该高枕无忧了吧？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事没过多久，高炯就因为宠爱小妾这么点小事被贬为平民了，罢官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当时高炯的结发妻子去世了，隋文帝呢还特意呢到高炯家里表示慰问。这高炯呢痛哭流涕跟隋文帝说，叫色贤骤断，为宅居诵经而已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呀，过去这不是妻子死了就要断弦吗？说我色弦骤断，我这乐器这弦啊一下就折了，我一天也没别的心思，我也不可能喜欢别人，为宅居诵经而已啊。我就天天在家呀待着，我这个吃斋念佛，我都读经书，我也就干点这个了，清心寡欲了。当时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听了这事儿之后很感动，说你看多难得的高炯，这是个有情郎。可是没过几个月，这皇后下边的人呢就打听这一事儿，说这高颖有个小妾，长得年轻貌美，而且怀孕有一段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高炯结发妻子死之前，这高炯跟这小妾就有往来了，还把人弄怀孕了。这皇后说不可能啊，他老婆死的时候高炯难受成那样，痛不欲生的，怎么可能这当时跟那小妾打的火热呢？这怎么他也得难受一阵啊。结果一直到这小妾的儿子都生出来了，皇后才知道真有这么事。这下皇后不干了，赶紧跟隋文帝杨坚打小报告。隋文帝一怒之下呀，跟着高炯说，你来，你给我滚，回你老家养老去吧，像你这样人当什么官？你看有人说高炯对朝廷有异心要造反，隋文帝都不当回事。那么高炯在丧妻之后那个小妾，隋文帝怎么这么生气呢？这就是礼教，所谓不忠情就无以忠君。就你对结发妻子都这么说忘就忘，那皇上怎么能相信你对我忠贞不二呢？就我们现在说这个人要不孝顺他爹妈，你不能跟他交朋友，他对他爹妈都不好，他能对你好吗？这个道理自古及今是一脉相承的。所以咱们看呢，历朝历代的诗词里头有个单独的一个支系，悼亡诗，就悼念亡妻的诗词呢，能自成一派，数量也非常可观。那比较经典的很多朋友都会背苏东坡那首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我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就说苏东坡老婆死了10年了，他还写了一首这《江城子》，悼念自己的亡妻，念念不忘，是不是挺感人？可实际上呢，这《江城子》这诗是苏东坡的一次作秀，他是写给他第一位妻子王弗的。两人感情也当时确实不错。这王弗还留下个典故叫幕后听言。就苏东坡呢这个人呢不拘小节，待人接物的时候有时候就容易说冒失的话，所以他招待客人的时候呢，他老婆王弗就在屏风后边听。等客人走了之后呢，王弗就把自己的建议说你哪会说的不对，哪句话说的不好，哪个不该说，给苏东坡提建议。苏东坡还认真听，完两人确实琴瑟和弦，挺好的。
但是这王婆去世之后呢，苏东坡可不是像江城子这首词里边写的那么的对亡妻感情多深，一点没耽误娶妻纳妾。苏东坡那小妾多到什么程度？历史上记载有名有姓的就得有4、5位之多。那为什么说苏东坡一边该娶妻娶妻，该纳妾纳妾，还为啥要秀一个深情人设呢？给朝廷看的，秀给礼教看的，这是一场秀。所以你看，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，妻子死了，你怀念不到位都不行。那么宠妾灭妻，在妻子活的时候，你宠爱这个自己小妾，这个可能性就真的不大，不像电视剧里胡说八道那样。所以这是我说第一个，礼教不允许。第二个，宠妾灭妻的第二大阻力是什么？制度不允许。历代统治者都有防止妻妾颠倒的法规制度，如果宠妾灭妻，那就会受到法律制裁。在汉朝的时候呢，乱妻妾位被明确规定成犯罪。宋代的刑法也规定，妻呢是管理家庭内部事务的主人，你这妾呢，即使最后你从主人家出来，你变成普通人了，就是成为正常的女人了，就是那就属于未婚，你也不能在结婚的时候承担妻子的任务。就你开始是妾，你这辈子要如果没什么意外，你就改嫁，你也是妾，你也当不了妻。你比方说北宋神宗的时候，宋神宗时期连续发生2起以妾为妻的案件。当时宋神宗有俩叔叔皇族嘛，一个叫赵宗景，一个叫赵宗慧，这哥俩他俩就都有这毛病，特别宠爱小妾。也不知道是真的偶然呢，还是俩人在背后使什么手脚，两个人的正妻死的都挺早。然后呢，这兄弟俩就想个招，因为你不能直接把这妾立为妻子不顾条件呢。你妻妾这个妾的社会地位很低，所以他俩想个招，把这妾呢就给休了。当然不能叫休，妻子才叫休，妾呢有个专有名词叫遣归，给你遣送回去吧。妻子才能叫休，妾叫遣归。然后呢，遣归回去之后呢，给这2位妾改头换面，换成良家女子身份，就换成就大姑娘没结婚了，然后呢再娶回来当续弦，成为正妻。这就跟咱们看《甄嬛传》似的，甄嬛出了宫回来之后就变成六古路甄嬛了，等于洗白了。就这个事儿呢，就有人报告给宋神宗了，当时整个朝廷都闹开了。这宋神宗呢迫于压力呢，不得不斥责2位叔叔，你们这俩老不正经的就判这婚姻无效，革掉了2位叔叔的这个在朝廷的职务，把他俩给狠狠的就骂了一顿。你看皇族对这个都守得这么严，这就是制度。那么到了明清2代呢，法律规定，凡以妻为妾者杖100，以妾为妻者杖90。就说你要是把妻子当成妾，就你不尊重妻子，打你100下。你要是把妾当成妻，打你90下。但是呢，妻子死后呢，把妾扶上正妻位置，这个呢不是不行，明清2代放宽了，可以，但是要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第一，死去那个老婆那个正妻大老婆，死去的正妻没有留下嫡子，就是没有留下亲生的儿子。如果他有亲生的儿子在，你把妾扶成正妻的话，这个就有可能造成这个亲生的儿子就正出这个儿子受虐待，这就乱了正统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妾可以扶正为妻，得是死去那个妻呢没有留下亲生儿子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妾呢在没有留下儿子的情况下，正妻没有留下儿子的情况下，他下边有一堆儿子，当然不是妻生的，是妾生的。那么扶为正妻的这个妾一定得是这个老大的亲生母亲，就所谓长子的母亲才可以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最有名的例子袁世凯。袁世凯的母亲，大伙儿注意袁世凯不是长子，他上面呢有正妻生的哥哥，他呢是妾生的。所以袁世凯的母亲呢，在他爸爸的大老婆去世之后，就一直掌管家政，但是始终没有扶正的机会。而且袁世凯呢，作为堂堂山东巡抚，官拜1品大员，那个时候他母亲死了，这个妾死了之后是不能进祖坟的。你想袁世凯的母亲居然进不了祖坟，他的嫡长兄呢死活不让，得守着规矩。
妾没有进祖坟资格，最后袁世凯只能忍痛忍气吞声，自己掏钱另外买块墓地，把自己母亲安葬。你说袁世凯当时都给逼到这程度，就法律非常严格，皇亲国戚都不能例外。可想而知，在过去你宠妾灭妻得多难办到。所以这制度不允许是宠妾灭妻的第二大阻力。最后一个阻力是家族。一般来说呢，有妻有妾，你这多少得有点钱，有点地位吧，有点功名吧，大家族吧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族娶妻，那可不是光现在看说这女孩漂亮啊，是包括豪门我娶个明星图一风光，不是那个。他一般要讲究门当户对，而且很多婚姻里面都有一些利益政治各方面相关。你看贾史王薛《红楼梦》里说的这四大家族互相通婚，那不就因为这家族互相之间可以联合，势力更强大吗？他不光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血脉，也是为合两家之好，为了政治或者其他的利益走到一块儿的。所以这时候你娶妻这个事儿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了，婚姻呢甚至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的事儿。而妾就不同了，妾呢你俩家族相当，你把人家闺女娶过来，你要是纳为妾，这其实是一种不尊重。所以往往妾的出身呢都比较低，涉及不到家族利益。所以这就造成呢，往往妻子这块有自己背后娘家家族撑腰。你说白了，到婆家你敢给妾受，这恐怕也很难。而在古代呢，妾和妻就不一样了，妻是有家族撑腰的，妾就是物品，有时候甚至连人都算不上。比方咱们还拿苏东坡举例子，咱前面说苏东坡死了老婆，天天悼念，其实妾娶了不少，史书里记载就有4、5个。而且苏东坡你看着说对这个妾很喜欢，其实不是，他根本不拿这妾当人。你比方苏东坡呀，他在官场遭贬的时候，他就把身边小妾都送人，其中有2个小妾呢还是怀孕了送人的，都怀上他孩子了。后来北宋末年的时候呢，有个宦官叫梁实成，还有个翰林学士叫孙迪，两人都自称是苏东坡的私生子，是苏东坡当年把怀孕的妾送出去生下来的。而这个事儿呢，还得到了苏东坡3儿子叫苏过认可。苏过说这事我知道，对，他们俩一个算我哥，一个算我弟弟。后来这个苏过有个雅号叫苏小坡，他爸爸苏东坡是苏老坡，他苏小坡。这苏小坡后来跟这个梁实成啊、孙迪关系处得特别好。史书里记载呢，梁实成当时很有钱，顾及兄弟情谊，就对家里的这个财会丈夫先生说凡是小苏学士用钱1万贯以下，不必告我，照付就是。就这苏小坡到咱家里要钱，要是1万贯以下，你不用告诉我，直接给了就行了。你看人这关系处得多好。所以呢，这2个带着胎儿送人的妾还算好命的，至少把儿子抚养成人了。里边比较凄惨的呢，是苏东坡一个叫春娘的妾。这个苏东坡贬官了，没舍得把这春娘送出去，因为这春娘长得很漂亮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一个朋友蒋某来给他送行，看着春娘了，哎呀真漂亮，说你看苏东坡你都被贬官了，你这一走带个小妾也不方便，还不如带匹马呢，你看我这匹白马多好，跟你换这小妾怎么样？苏东坡本来有点舍不得，还犹豫，一看换马合适啊，答应了，这马多管用啊。但是这个春娘跟其他小妾不一样，脾气挺暴，指着苏东坡鼻子大骂，你还说你喜欢我呢，你个堂堂苏学士还怜香惜玉呢，就拿我这人换马。骂完之后一回身撞树上死了。从这事你就看出妻子和妾这个地位一目了然，一个是背后背负着一个大家族，有个大家族给自己撑腰，一个是当个物品一样，拿来换马都毫不含糊，怀着孕也照样送人。这一对比你琢磨琢磨，在中国古代宠妾灭妻怎么可能呢？那是个大罪过。所以呢，咱们看呢，都说在古代女人地位低，结果女人里面也分3、6、9等。妻子是有人撑腰的女人，有礼教制度跟家族的保护，妾呢只是交易物品，连基本的稳定都很难得到，更别说什么宠妾灭妻了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呢，其实啊，无论是守着婚姻和地位却没有得到感情的妻子，还是有了感情却无法获得名分的妾，都挺悲哀的。那都是过去封建社会啊对女人这种歧视造成的，是时代赋予女人的悲哀。无论妻和妾，谁都逃不出这个宿。